T14没参战，苏57作用小，苏34损失大。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发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俄军的作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大量使用落后的、过时的常规作战武器，而高精尖的武器使用很少。比如高超音速导弹总共打了2发，苏57出动了几次，苏34在战场上的损失可不小。而属于第4代的主战坦克 T14仅仅就是个样货，到现在也没有投入战场使用。S-400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在开战之初倒是击落过乌克兰的军机，但是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S-400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作用看上去还不如那些野战防空系统，比如三毛举，比如铠甲。在俄罗斯陆军2022年的防务展上，俄罗斯军工企业利用中国制造的机器狗为平台，背着 RPG-26发射器，成为了各国媒体取笑的素材。不过，俄媒体反思后认为，这样的武器发展道路才是正确的，远比俄军玩的高大上的昂贵的平台有前途。罗旺斯科莫罗霍夫在 Top War 网站上撰文指出，俄罗斯经常在展会和阅兵中看到各种各样的高新武器，但是在当前的战争中使用的却是库存武器。这不是在去库存，而是这些高新武器根本不能扭转军事冲突的局势，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少，或者是根本就不能用。比如俄罗斯的 T14是一种根据网络中心概念设计的作战平台，但是总共也就造了几辆。俄军近几年新增加的装备主要是传统的特80 BVM 和特72 B3这样的钢嘎，还有苏34、苏57等等。实际上，俄罗斯武器装备发展失败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 BMBP 终结者战车、库尔干人步兵战车、特15阿玛塔步兵战车等等。这些武器要么不可靠，要么造价高，要么不符合未来的作战趋势，研制工作完全是打了水漂。那么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发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首先是思路过时，不适合现代战争。最明显的代表就是苏34，这种昂贵的、技术非常先进的重型前线火力支援轰炸机，水平不低，性能也不错，飞行速度较高，作战半径较大，载弹量也首屈一指。然而，这款先进的平台恰恰缺乏最关键的东西，什么呢？缺少精确制导弹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作用甚至可能还不如一架察打一体无人机。俄罗斯有大量的战略轰炸机，俄罗斯的军工部门只给这些远程战略轰炸机配备了价格昂贵的远程巡航导弹，却缺乏那些成本较低、射程在100公里左右的防区外攻击的弹药，或者是低成本的精确制导武器。第二，技术储备不足，无法批量生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苏57和俄罗斯的 A100预警机。由于缺少有源相阵雷达技术和相关的元器件，俄罗斯的先进预警机和战斗机都依赖于进口组件，精确制导武器的生产明显依赖西方国家的芯片，最终导致先进作战平台无法批量生产，精确制导弹药的更是数量不足，而且性能稳定性也不好。第三，成本太高，俄军根本就没有钱大量采购。明显的例子就是 T14， 平时阅兵的时候比较高调，真到打仗的时候又不能派他们上前线，因为数量太少了。这类武器不仅采购费用高，后勤保障也非常复杂，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根本就是一种用不起的武器装备。技术先进是不是就一定适合部队使用？
这是一个军事哲学问题。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吃过很多亏，最近他们变得现实了。比如，他们明明已经掌握了更先进的变循环发动机技术，但是仍然不给 F-35使用，因为你用了，带来的麻烦会更多，成本会更高，负面的冲击会比它带来的性能优势还要大。中国生产的机器狗，相比于俄罗斯军队的那几款先进武器，可能显得不那么高大上，但是反而它符合3个特征：一、概念先进，适合未来战争；二、技术成熟，能够大批量生产。当然，这个技术成熟是指的中国的技术成熟。第三，中国的这些先进产品的价格还特别便宜，中国线上就有卖的，而且能够提供类似产品的企业有好几家。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伊朗生产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你看着性能不怎么样，非常低端，但是他们就能够在战场上给乌军造成严重损失。价格便宜，量又足，这才是好武器的重要标志。因此，在武器装备的研发方面，不管是俄罗斯还是美国，还真得向中国好好学习学习。中国研制的武器装备，首先是能够大量装备，能够用得起，而且都是为了满足未来作战样式而研制的。想要避免走弯路，就得有一套更加合理的武器装备研发、采购和评估系统。显然，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